有一男士给我打电话，那相亲气的呀，跟我吐槽，老师我都追了他3个月了，就是一副很冷淡，欠他800块钱的样子，我追还是不追啊？我一听这还追个锤子呀！男士跟我吐槽啊，3个月之前啊，家里人给他介绍了一个姑娘，她是95年的事业单位工作，3线城市，年薪在8万，还可以啊。女孩子呢是96年的，在物业工作，年薪大约4万。这姑娘呢是男士他妈妈去交电费的时候认识的，男士就想着，哎呀，我妈能看上的，认识一下也行，这起码省了婆媳关系啊。于是啊，这2个人从夏天大约在5、6月份啊加了微信，简单的聊了几句之后就互相没再联系过，也没聊过天啊。这在朋友圈里躺尸4个月，去年11这姑娘从老家回来了，突然诈尸啊，给他发信息啊说想见面，说自己啊被家里人给催婚了，目前只有男士符合家里的要求，想早点见面给定下来。男士这一看啊，头回有姑娘主动约他，很是兴奋啊，发胶定型通通给安排上，然后穿得板板正正的去赴约去了。第一次见面是一个周末的晚上，2个人简单吃了点炒菜，人家姑娘是主动掏钱请客，这行为啊，男士非常上头，好感度拉满啊。头回啊遇到这个主动付账的，一定要珍惜。饭后呢，他就主动约着姑娘去看电影。哎呀，电影院里你想想乌漆麻黑啊，男士就主动拉这个姑娘的手啊，谁知这姑娘直接就给他推开了，说了句啊，我们现在保持一些距离比较好。这男士给受打击了啊，就想着这8成是不喜欢我吧，哎，算了，知道而退吧。结果回去托人问问女方意思，女方又说愿意交往，整的男士就很懵啊，这是啥意思呀？爱答不理还同意交往，那既然人女方说愿意了，咱也别挑了，就主动呗。平常呢，2人都是工作啊，这男士啊就给这个姑娘点外卖，网上买一些东西送给她。女方呢也是来者不拒，天气不好，男士就主动的车接车送。家里人催着说，哎呀，男人嘛多主动一点。于是他每天就跟这个女方聊天啊，可是人这姑娘要么回复信息不及时，要么就是哦，反正态度很冷淡呀。男士啊不问他，基本是不带回的。周末呢也能约出来，就是吃饭玩手机，有一句没一句的回答着。相处了1个多月，有一会儿这个男士在车里去牵着姑娘的手。哎呀，人这姑娘就直接非常严厉的说，我们还没到那一步的，不要动手动脚，把男士给整郁闷了。问他，你要是不喜欢我就不打扰你了。哎，谁知人姑娘说喜欢呀，但还不到男女朋友那一步，再等等。这男士性子急啊，那得等多久啊？姑娘直接来一句，你要着急你找别人吧，我不想那么快确认关系。行了，哎呀，男士想着别把人给整急眼了，赶紧收嘴不说了呀。他就想着自己付出了1个多月了，这钱也花了不少，但这么断了，他确实有点不甘心啊。第2个月开始啊，加大力度安排旅游，安排衣食住行，人这姑娘都同意，想去哪这男士啊也都带她去，就怕旅游回来出现问题啊，全程忍着，连个屁都不敢放。好在终于有了结果啊，上个月这姑娘就说了，觉得男士人不错，过了年可以去他家里让他爸妈给见见。哎呀，男士就觉得呕出来了啊，非常的开心。但是他就很奇怪一个点，就是这姑娘一直都不怎么搭理他，不论任何时候态度都非常的冷啊，也从来不主动关心他，有事说事，没事也别打扰那种，不让牵手不让拥抱的。但你说这态度不喜欢他吧，人家姑娘还表明喜欢，他就很迷茫啊。上个周就想着那一定缺一个表白仪式啊，非常热情的买的鲜花呀，订的包间呢，装的气球去表白了，被女方当场给拒绝了。哎呀，把这个男生给气的饭都没吃，转身就走，拉黑删除，告诉他妈我不喜欢这姑娘。结果人第2天这姑娘找上门来了啊，说男士脾气太急了，这种人怎么可以在一起呢？太吓人了。然后就变成跟我吐槽啊，听完我是真的哭笑不得，有些道理我就说了上万遍了，相亲是靠价值吸引，不是需要你去追的。需要你追的女人大概率是没有看上你的，而且就算你追上了也很容易被嫌弃。我喜欢你，恰好你也喜欢我，感觉这东西啊非常重要的。如果一个女人啊对你若即若离，忽冷忽热，哎，好像有那么点意思，又好像没意思，这个时候啊你千万不要去考虑寻找原因，哎呀他是不是慢热呀，是不是不熟悉啊，迅速结束进程才是正道。我可以直接告诉你们原因啊，为什么相亲对象不拒绝不同意，态度一直很冷淡，那是因为你还有可以压榨的价值，但是还没够当男友的程度，或者说他还没有遇到比你还优秀的候选者。为什么热水器忽冷忽热啊？那是因为有人在用啊。我给人介绍对象这么多年啊，我就发现一个现象，那些相亲很容易成功的人都有一个共性，就是对自己的认知非常清楚，知道自己想要什么，哎，也很清楚自己适合什么样的人，而且从来都不贪，也不拖泥带水。他们相亲成功啊，这结婚幸福的概率就会很高。反而那些啊相亲次数很多的，多半都是看感觉看条件的，但凡超过3次的，相亲次数就会无限的加1。他们在相亲的过程当中就非常纠结啊，哎，喜欢比较，感觉这个条件还行，但是没眼缘，感觉那个呢有感觉又是条件不行，就非常迷茫。之后啊就陷入到相亲不合适，相亲不合适的死循环。今天呢给你们分享一个相亲啊第一眼就成功的案例啊。
这男女双方都是第一次相亲，第一眼就看上了，那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神仙感觉？这个男方呢是95年的，做监理的，年薪有个6、7万。女方呢是97年的，开了个快递超市自己干啊。这男方找对象就想找一个农村姑娘，条件不用太好，有一个稳定工作，人品好的就行。女方呢就想找一个有房子的，对她好，工作稳定的就行。这见面当天啊，人姑娘就觉得男方请她吃饭嘛，主动带了一兜子家里种的水果。男士见了肯定很感动啊，那平白一个陌生人对你好，这心里肯定会感激的。这两人吃饭的过程也很愉快，压根就没聊什么车房收入之类的，都是聊聊兴趣爱好啊，喜欢吃什么，还聊了一些对人生的期待、未来的规划。越聊越觉得两人的这个三观很合适，想法也很多啊，都一样。很快啊，这两个人就约着呀，就见了第2次面。这回啊，人男方就给女方买了很多这不常见的水果，让姑娘尝尝鲜嘛算是给第1次的回礼。这姑娘收了很是开心啊，一定要去请这个男士去看电影。觉得礼尚往来那是应该的，没有谁就应该为谁去买单的。慢慢的，这两个人就熟悉了。男士呢，一有空就去姑娘家的快递超市去帮忙干活。这姑娘呢，想请他吃饭，但太忙了就没时间，就给他订外卖，都是些贵的好的。这个男方就觉得呀，给你干活你这一天赚的还不够你给我订饭的。人姑娘可不这么想，觉得呀，你来帮我这是情谊，怎么能用金钱衡量呢？两个人呢，就这么认识了有1个多月。男士就鼓起勇气买了束花，约着姑娘去公园去给她表白。人姑娘很开心就直接同意了，也没有什么慢热，也没有什么矜持。男士就问他，你不用再看看其他人吗？答应的这么快，如果有更好的，你不会后悔错过吗？这姑娘很是爽快说我认识你了，我就会好好了解你，不需要跟别人去做什么比较。那我要的是一个跟我三观合适、人品好、有工作的人，你都符合，我为什么要去看别人呢？人男士就说呀，你认识了别人可能会觉得别人更好的。这姑娘就说我天天收快递，心里很清楚，找对象就跟逛淘宝一样，我想买什么我直接去搜，价格合适好评多我就直接下单反而你比较多了，压根就不知道哪一款好，眼都挑花了。有一次男士这个手在工地上受伤这姑娘是两边跑去照顾，从来都不嫌烦。他觉得呀，两颗心在一起，互相理解和照顾，人才能过一辈子中秋节呢，两人互相去家里见了父母，双方父母都很满意。这个两家就定了亲约定彩礼6万8，女方陪嫁一辆将近10万的汽车，定在了农历10月16订婚，准备腊月去结婚。你们听完就会发现故事其实很普通的，但是又很温馨。相亲其实不难，遇到幸福也很容易。你要先明确自己的择偶方向，确定目标，摆好心态再行动。不要自己没车没房就要去追那要车要房的，自己今年35岁非要娶那25的。搞清楚自己的相亲定位什么样的人才合适你，那很重要，千万别盲目去做舔狗。好了，下课，幸福的讲完了，下期又得吐槽不幸的了。相亲市场，男人可以向下兼容，女人不行，必须得往上嫁，差一点都不行。你以为我想说女孩子呀？我是真的忍不住现在女孩子找对象的思想，你真能让她给整崩溃了。身高、长相、性格、学历、工作、收入、家庭通通都得纳入考虑范围，不能比自己差，不能比朋友差，也不能比闺蜜她老公差。你说要命不要命？今天有一个91年的上海姑娘给我打电话问我这里有没有合适对象。我问她要求，她说要求不高，只要能在上海有房工作稳定，未婚就可以。这话一出，你说你不吓得人肝疼吗？上海一套房子首付也得几百万，一个男人从20多岁出来毕业，给他15年的时间，不吃不喝一年几十万才会赚得出来我说这要求太高了，不现实。他说他朋友好多都在上海结婚了男方买的房子他也想。听完我问他呀，那你现在怎么还没嫁出去呢？他说自己挺后悔的，相亲有个7、8年了，那个时候就一门心思想找个有房子的、有户口的、年薪几十万的，长得还得好看的。基本他看上的看不上他，看上他的他也觉得心里不太痛快。就这样挑挑拣拣，到了30岁着急了呀。即便着急也不甘心放低要求。曾经这个有个上海有房子、年薪几十万男人喜欢他，但他觉得这个男人情商不高，吃饭吧唧嘴，说话声音大等等，就没同意结果这个男的很快就找到结婚对象了，他还在相亲。这不一晃今年32岁了，朋友的孩子都快上小学了，他就很想找一个合适的对象结婚他也不挑了，说只要有房子能让他定居在上海就可以。我让他介绍一下自己的情况，他说自己在外企做翻译的，工作体面月薪8000左右。听完之后我就问他在上海待了几年了，他说9年了。问他攒了多少钱，他说这物价太贵了房租1个月就要接近1半的工资，每个月都剩不下来家里有时候还得贴补，但是也存了一些存款，大约有3万多。他说完呢，我很委婉的告诉他，
姑娘，你想找的上海有房子、工作稳定、未婚的男士，大概率人家看不上你的，这不现实啊！你可能还需要再降低标准，比如说啊，找离异的、找房子在郊区的。他听了特别不满意啊，觉得是我在嫌弃他，其实他年龄，故意让他找条件不好的。哎呀，咱是很有耐心啊，姑娘，你看，我这有一个98年的姑娘，国企工作，有上海户口，她也想找个上海有房子、工作稳定，而且能接受10岁的年龄差的未婚男士。其他呀都不做要求，你觉得这个男士是想认识你还是想认他呢？他给我来了句啊，年轻的不成熟，我稳重啊。哎呀，姐妹儿，这人找对象都是视觉动物，一上来都想找好看的吧？年轻的胶原蛋白多呀，就算脾气作闹点，这心里也痛快吧？他开始情绪有点激动，问我难道我未婚就一定要嫁给一个2婚带娃的吗？上海那么多有房子的，怎么就没有看得上我的吗？我说这有一个男孩子啊，90年的33岁，做软件开发的，年薪在30-40万。在上海首富啊，有房子，南京还有2套房，存款大约10万左右。人呢，经常熬夜，有点秃顶，作息不规律，有啤酒肚啊，身高在170，体重接近200斤。你愿不愿意认识？他听完就支支吾吾的跟我说呀，哎呀，这形象太差了，存款太少了，不太能接受。我一听啊，这得亏是跟你打电话呀，你要过来跟我当面，这王八都得揍你。就刚才这个男孩子啊，他还不一定能看得上你，人家呀已经有好几个95后的女孩子都等着想认识他呢。他听完又开始这个焦虑纠结啊，是不是又嫁不出去了？昨天还有个女孩子想在北京定居，张口也不看自己什么情况，就要找那京房京户年收入几十万的男人。哎呀，听完了啊，我是真的很想给他买个镜子照照自己，大白天做梦的不害臊吗？很多来相亲的姑娘们，明里啊说没什么要求，暗里的择偶要求啊，相貌、品行、身高、学历、收入、家庭等等都要考虑进去。理由啊，不能委屈自己，不能比别人家的差，不能让父母失望。低学历、低层次的男性们都不足以成为择偶对象了。现在这个社会啊，也营造了一种这样的环境，有意无意的去引导女性的择偶观，学历、工作、家世都变成了择偶的筹码。干得好不如嫁得好，总是希望通过婚姻不劳而获，跨越阶级。很多毒鸡汤啊，潜移默化的去影响着他们的婚姻观。你要是找一个比你差的老公啊，你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 loser。我就在想，三毛跟荷西的故事如果放在今天，就不是撒哈拉的故事了。哲学女博士与高中男技师宣称他们是真爱，这话题这流量，男女双方瞬间都能被当下的婚恋观给喷成筛子。人嘛，自知之明是很重要的，有一个正的婚姻观，你找对象你也能幸福的。这个对于我来说都不算啥，